他扭动开关，轻轻向上一抛，机器鸟迅速腾空而起。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风力在空中自由翱翔，而他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达芬奇。在那个年代，他们评价达芬奇是最接近神的男人，智商更是远超300。演示完后，机器鸟如同回旋镖一样精准回到他的手中。这高超的发明引来围观群众的掌声不断。一旁的男人当即提出要购买他手中的机械鸟。达芬奇看他身份不凡，竟直接坐地起价，原来都是买12个金币，现在直接抬价到30枚金币。奈何如此高超的发明以及精良的做工，对方甚至都不考虑直接买走。这件事很快就在大街小巷快速传开，可临时加价的事情也传到了达芬奇父亲这里。对于自己儿子赚钱，他不但不感到高兴，甚至将他捆绑起来，不把他当人看待。说到底，就是因为达芬奇的母亲是个奴隶，在老爹酒后意外怀孕，而在那个年代，这种身份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可老爹以为他想要贪图自己的家产，竟直接命人打断他的手指，丢出门外。事后他坐在马路上独自发呆，可好巧不巧让他看到了伯爵夫人。此刻他好像已经默默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只见他用笔在本子上勾勒着什么，随后让自己的学徒将信物送了过去。他凭借自己超高的画工，成功吸引了伯爵夫人的注意，同时让他推荐自己面见伯爵。计划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见到伯爵后，他非常开心，当即就拿出来自己所有的设计草图。要知道，草图上随便一件东西在当时都是核武器一般的存在。虽然佛罗伦萨没有军队也没有战争，可防患于未然铁定没错。于是伯爵直接给了他50金币，先做出成绩来。等达芬奇回到工作室，所有人都掌声欢呼。要知道，一旦这生意谈成了，他们立马就有了编制在身。到了庆典当天，所有人都盛装出席，大门打开，他们都伸着脑袋往里看，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。下一秒，一只燃烧的巨鸟嗖的一下就窜了出来，众人都惊呆了。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能飞在天上，更别提这种机械鸟了。看着它在天上飞来飞去，众人是既兴奋又紧张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来砸到自己。到最后，机械鸟笔直升空，一个俯冲就灌了下来，吓得他们抱作一团。最后，机械鸟燃烧着身体缓缓降落在高台上，引燃下方的烟花。庆典正式开始。同样，达芬奇也收获了伯爵夫人的芳心，两人可以说相见恨晚。达芬奇也将自己的作品全都展示了一番。庆典的消息很快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出去，伯爵一时间也成了时尚的弄潮。同样，这件事也惊动了2处势力，一方是权力最大的教廷，他们的宗旨是得不到就要毁灭，对于达芬奇的看法褒贬不一。关键时候，黑袍人发话了，此人正是伯爵夫人，他力挺达芬奇，表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变成教廷的人。另一方势力叫做密特拉，他们的宗旨是将一切先进的东西带给人类。密特拉成立的时间比教廷都要早几百年，可这么长时间里，密特拉出现个叛徒，他们每次传播知识，叛徒就会联合教会阻挠。但这跟达芬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于是这个土耳其人就说起他妈的事。他作为智商超过300的男人，早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小时候发生的事全都记得，可唯独记不得母亲的样子。密特拉勾起了达芬奇的好奇心，于是就告诉他找到夜之书，便能知道母亲的一切，同时又给了他3个提示。第一个是消失的右手，第2个是死亡后的重生，第3个是引用记忆之泉。前2个倒还好说，白天刚见到有人被吊死，可最后一个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说完这些，土耳其人一把迷香就吹了上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周围什么都没有，朋友和书童都大眼瞪小眼地瞅着他。这地方都荒废了几百年了，做什么白日梦呢？可刚才发生的一切就跟真的一样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就让朋友想个办法去把那个吊死的人偷回来。等到了晚上，他坐船跨过护城河出城，但没想到这个挑夫滑到一半不滑了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时间长河是个圈，有人死亡便有新生。说完拿出一杯水递了过去。此时达芬奇知道他就是第3个提示，一口直接干了，竟然是一场梦。密特拉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此时书童也带着尸体回来了，他发现死者右手的指甲盖不见了，难道说他也是密特拉的人？经过一番探索，最后在死者的身体里发现了一把钥匙。现在一切都应验了土耳其人的预言，看来揭开达芬奇身世之谜不远了。这门连发大炮放在现代，就连小学生都能轻易造出来，可放在中世纪就如同核弹一般。王冠贵族饶有兴趣地看他点燃引线，要知道得神器者的天下。爆炸过后，达芬奇直接躺在地上，两眼空空。按理说不应该呀，伯爵的下人立马就开启嘲讽模式，手上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后乘坐升降机从高空俯览。可这根本就难不倒他。他根据地上的碎鸡蛋推测出地图上的大陆之前是个整体，后来因为地质运动导致板块分离。说到这他恍然大悟，可他不知道这套理论比魏格纳都早了400多年。教徒处理，于是教廷的人就将一个玻璃瓶交给眼线，伺机而动。没多长时间，城里就出现了一件怪事，好端端的修女在众目睽睽下自杀了。如果只是个例，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渐渐的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就跟疯了一样攻击别人。要不是他们是一支小队，还真有可能交代在这弱女子手里。事情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，修道院也变成了鬼屋一般恐怖。当这支巡逻队进入房间，发现里面就跟疯人院一样，里面绑着的修女不计其数，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歇斯底里的喊着。没多长时间，达芬奇赶了过来，自己的女友也不幸中招。他上前一番查看，
发现体表没有任何伤口，这就纳闷了，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突然疯掉？院长就解释说，他肯定是纵欲过度被外面的恶魔附体了。院长就连带着对他们所有男人都充满了敌意，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悲哀。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，一切解释不通的全部归结是神的旨意。伯爵的弟弟想有一番作为，再加上他对教廷也没什么好感，于是就联合达芬奇一起查实真正的原因。他先分析是不是误食毒蘑菇出现的幻觉，可很快就被他一一否认。再联想到狼蛛的毒液也有致幻作用，但分析过后也被排除在外。最后他们来到修女的画室，怀疑他们是颜料导致的汞中毒，可一舌头下去也被他排除在外。偏偏这时候罗马教会的人来了，这就有点喧宾夺主的架势。伯爵的弟弟丹尼也感觉此事有蹊跷，但现在他们找不出任何解决办法，只能看着他们继续忽悠。而这个白头发老登上来就活活掐死一个修女，等人死了后满心欢喜，说人家临死前1秒灵魂得到了解脱，这不就是草菅人命吗？此时达芬奇的女友出现了异常，见到心爱的人他忍不住亲了上去，这一幕正好被老登看到，他就想故技重施将这女孩也给掐死。达芬奇断然不可能同意，就找了个借口拖延一阵。现在他一个头两个大，看到修女不断亲吻神像的脚觉得无比愚蠢，一溜号的功夫发现人家已经爬上高台，修女们都慌了，眨眼间他就要将自己吊死。关键时候达芬奇及时赶到，配合丹尼将其救下，这件事不能再拖了，于是就让书童亲自试毒。此时他有点捋清头绪，如果这是阴谋，那教会利用魔鬼让人们产生恐惧，而人一旦产生恐惧则不会再质疑教廷。突然间听到外面发生争吵，出门便看到丹尼的侍卫杀害了另一个人，难道现在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了？通过一番分析，发现疯掉的人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喜欢亲神像的脚。于是让书童去找萤火虫，借助生物光的照射下，他发现神像的脚被沾上了不明的东西。信徒就是通过亲吻的方式感染的病毒，看来这就是所有病症的罪魁祸首。与此同时，老登准备一把火烧死所有修女，达芬奇立马冲进来说出事情的真相。老登还想否认，他就提议让信徒们都去清脚，这下他麻爪了。于是达芬奇赶紧写出治疗方案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。罗马教会的阴谋再次破产，事后他们分析出是有人故意这么做，来以此贩卖焦虑，让教廷趁虚而入。与此同时，王公查间谍也有了眉目，伯爵当面打开了装有证据的盒子，里面的东西真不少，每一件都是最高机密。伯爵发话了，侍卫说是在宰相的书架上发现的。宰相懵了，这不明摆着栽赃嫁祸吗？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伯爵夫人所为？这看似破铜烂铁的盾牌却卖出了天价，让高傲的不可一世，直接拿出教皇亲笔写的条约念了出来，条件苛刻，比马关条约都要狠10倍。伯爵跟达芬奇就跟看傻子一样看他。见状，教会的人直接秀肌肉，顿时从森林里出现无数骑兵。难不成他真的傻了吗？又过了一天，几人准时出现在城外，教廷还是一副不可一世。他将一小瓶毒素塞进他手里，等伯爵赶过来时已经晚了。最后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。没多久，城里就举办了庆典，伯爵并称他为佛罗伦萨的守护神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达芬奇仅靠粪便就能越狱，因为那个活人正是他自己。当达芬奇得到梵蒂冈的布防图后，罗马士兵也都在巡查城池，想要潜入进，最终锁定了一处暗门。与此同时，伯爵通过上次的事痛定思痛，决定要联合自己的邻居一起攻打北边教皇的领地。另一边，达芬奇也跟着教皇来到藏宝室，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是价值连城，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国战。就比如眼前的命运之矛，相传它是罗马士兵刺中耶稣的武器，还有这半页的经文，它被教皇特意保存在玻璃中，当火光闪过后，上面的文字立马发生了改变，这已经无法用最后将它按在墙上，用铁链捆住，想要一斧子下去要个说法。达芬奇灵机一动，双脚挑起命运之矛进行格挡。与此同时，教廷也被捆在树上严刑拷打，可人家现在嘴硬的要死，都大难临头了还出言嘲讽，气得人家上去就一匕首发落。这一番操作下去，根本没发现钥匙的踪迹，朋友立马就送上了一个惊喜，那半枚钥匙就挂在他的脖子上。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部集齐，找到叶之书已经是指日可待了。最后逼得教廷不得不联合帕奇家族发动灭族计划，于是帕奇家族就主动提出和美帝奇联姻。作为伯爵他已经有正妻，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弟弟丹尼的身上。两家虽然有世仇，可架不住他们雄心壮志，于是伯爵说服弟弟同意他们的联姻计划。身在乱世身不由己，这也许就是大家族的悲哀。当晚他就到酒吧买醉，临近宵禁他跟心仪的女生表白，二人很快就坠入爱河。与此同时，帕奇家族展开高层会议，决定要在订婚当天对他们一网打尽。但不巧的是，丹尼那天并没有参加订婚宴。焦急之下，伯爵只能先派出警长帮忙寻找，而丹尼通过警察的记录发现了间谍另有其人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他顾不上订婚仪式，他带着手下赶到了伯爵夫人那里。在一番询问下，
确定了伯爵夫人间谍的身份。虽有姑姑帮他暂时渡过难关，可这个家他是回不去了。于是就伪装成麻风病人去另一个城市。偏偏在此时，他遇到了教廷的走狗。教廷已经对他发出了必杀令，见他是将死之人，人家就将计划全盘托出。就在要动手时，丹尼带着手下追了过来。他不明白这群教廷为什么要杀一个女人，于是他将之前的话又说了一遍。伯爵夫人趁机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招呼上去，也正因为他这一石头成了双方交战的导火索。趁乱中，伯爵夫人溜之大吉，手下不幸围攻致死。看到手下死亡，怒从心起，在愤怒的加持下把他们全部砍杀。随后他拖着带伤的身体追上了伯爵夫人。他不光害死了丹尼的宰相，还害死了他最器重的下属，言语中全都是最恶毒的威胁。怎不料这女人一匕首就捅了进去，真就是为于小人难养也。最后丹尼在不甘心中顺着河流越飘越远。另一边达芬奇已经集齐了所有材料，在直觉的指引下，他找到了那个土耳其人。他将叶之书的藏匿地点告诉了他，并嘱咐一定要带上导航仪乘船才能到达。真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要回到佛罗伦萨。就这样他踏上了回乡之路，而警长也发现了自己人的尸体，看样子正酝酿一场巨大的危机。没多长时间，达芬奇就回到了佛罗伦萨。他跟着土耳其人的提示，很快就找到了宫殿。通过一些细节判断，导航仪应该就是被藏在宫殿的某处。根据光的折射原理，竟发现这里面暗藏玄机。他看向棚顶，仿佛自身已经踏足宇宙之巅，所有天体的运行轨迹全都浮现在眼中。然后又顺着这条线索，发现到处都是神秘记号，而这些记号最终都汇聚到一处。这时他转动雕像上的戒指，瞬间开启了一扇新的暗格，里面赫然存放着土耳其人说的导航仪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当即他就去找了伯爵，将自己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全都告诉了他，同时也让伯爵提防他的盟友。与此同时，教廷再次找到了帕奇家族，准备在复活节当天施行灭族计划。除此之外，还让曾经的邻居将佛罗伦萨团团围住，只要他们兄弟二人一死，便立马屠城。到了复活节当天，一切都按照计划执行。他们在圣餐中额外加了些狠活，圣餐已经端上眼前，帕奇家族的人比谁都紧张。没想到竟然是丹尼回来了，教堂里瞬间乱作一团，他们还以为丹尼什么都不知道，可实际上他这次回来就是要解救美第奇家族。见事情无法隐瞒，帕奇家族直接露出了本来面目，教堂瞬间就变成了战场，一时间死伤无数。起初丹尼还能占据上风，但毕竟有伤在身，渐渐的便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。敌人瞅准时间从背后发动偷袭，几人一家一剑就把他刺死。这群披着圣衣的教徒简直就是恶魔，杀完人还要屠了人家的妻小。等那群刽子手走后，女孩赶紧扑倒丹尼身边。说完这些，丹尼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爱人怀里。战斗已经接近尾声，伯爵也被这个3寸钉划破了脖子。就在要补刀时，达芬奇杀了出来。看来他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，他的战斗力惊人，从对方的表情中就能看出，几回合下来就将他刺伤。可对方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但他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将腰上挂着的燃料丢在天上，再一剑砍掉燃烧的蜡烛。爆炸过后，赶紧带着伯爵离开。现在他们暂时是安全的，可教廷的人很快就找了上来。他赶紧帮伯爵包扎伤口，但猛然间伯爵看到了他夫人的戒指，他凭几张解剖草纸就敢给对方输血，要是放在今天，连小学生都不敢这么做。可现在是中世纪的欧洲，木床缓缓上升，血液开始流到对方体内。达芬奇嘱咐他们，没有醒来之前千万不要拔掉，稍有不慎两个都会死。就这样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在一阵急促的呼吸中，达芬奇率先醒来，伯爵还迟迟没有动静。现在他们必须选择牺牲一个。要知道现在整个佛罗伦萨各种暴乱，如果伯爵死亡，也只有达芬奇能拯救城市。就在此时，伯爵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通过一番对话，伯爵知道城市已经易主，现在他心如死灰。达芬奇通过情报得知，这群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但是一直不敢攻入伯爵府。这时候达芬奇看向远处的钟楼有了主意。到了晚上，二人换上黑袍潜入人群，他发现这群暴民对美第奇家族还有敬畏之心，所以现在只有告诉他们伯爵没有死就能拨乱反正。此时他们已经爬上钟楼，底下的嘈杂声此起彼伏。他早早通过计算得出了广场的面积，又让同伴安放好巨型的铜镜，现在只要一点声音就能盖住下面的噪音。达芬奇拉动大钟吸引注意力，同时点燃手中的燃烧棒，底下的人纷纷抬头看向钟楼。伯爵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声音在铜镜的反射下弥漫在人群中，同时将帕奇家族贬得一无是处。最终在民众的欢呼中，二人露出了微笑。与此同时，失去民心的帕奇家族遭到灭族性的清洗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。可迎接达芬奇的却是一个噩耗。就在前不久，朋友和书童准备拖住海蛇号出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教廷的人已经通过伯爵夫人知道了达芬奇的计划，所以先他们一步控制了船长，这下过去成为快递员了。现在教廷可以踏上寻找宝书的旅程，作为对他们的回报，将朋友和夫人绑在一起，丢入大海，是生是死全靠运气。
但教廷还是小瞧了朋友的能力。作为职业小偷，没几秒钟就成功开锁。就这样，他们游了一天，在天黑的时候找到了达芬奇。听到消息，他非常愤怒。现在发再大的火也不能解决问题，于是，在第二天，他们就找到一名非常出色的水手。一番商议后，准备抢一条船追上海蛇号。临行前，达芬奇去跟伯爵告别。二人虽不是同父同母的哥俩，可在血液交融后，也成了过了命的兄弟。伯爵就将祖上传下来的宝剑一分为二，希望他在获得知识后能回到佛罗伦萨。到了第二天，甲板上赫然又出现了一个教廷的人，对方的船长一眼就认出他是利奥伯爵。很显然，达芬奇准备通过这种方式骗艘船出来，这眼看着都要成功了。船的主人阿方索冒了出来，对方立马就戳穿了达芬奇的谎言。此时他也不装了，没想到对方还是个用剑的高手。一番试探下来，谁都没占到便宜。二人这下来了兴趣，有种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的感觉。没想到水手见势不妙，一个猛子就跑了。朋友多少还有点良心，没立马走掉。可当看到达芬奇被砍了一刀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此时他注意到了甲板下全是奴隶，顿时心里有了主意，在搏斗中边打边退，最后瞅准时机跳船逃跑，短剑也在逃跑中掉落。等他们回到岸上，才知道教会对他们发出了必杀令，同时也将佛罗伦萨隔离出教会的联盟。伯爵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要是再不想出对策，自己的欧洲银行将出现毁灭性的打击。达芬奇倒还好说，看到自己被画得那么丑，还顺手给自己画了个写真上去。就在此时，他突发灵感，像疯了一般去观察各种生猛海鲜，看来这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呀。所有伟大发明干的第一件事都不正经，眼前这个木质棺材就是世界上第一艘潜水艇，全身木质结构，纯机械制动，沙漏仪表盘，上下起伏全靠石头，在线人工驱动，百里仅消耗3碗大米饭。这就是达芬奇凭观察生物得来的灵感，而制作潜水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偷渡使用。时间来到黄昏，水手看到船下冒出的气泡，立马用打火石点燃提前布置好的燃油。其他水手瞬间被火光吸引，他赶紧放下登船的梯子。二人上来后马上开始行动，朋友去给奴隶进行技术开锁，自己则去跟阿方索拖延时间。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，这两个人打得不分上下，但最终达芬奇还是输了一招。此时他的目的已经达成，身后的奴隶成了他们最坚定的后盾。就这样，3个人加上一群奴隶翻身把歌唱。与此同时，海蛇号也在向最终的目的地进发。奈何智商是硬伤，遇到暴风雨他们只能弃船逃跑。可在达芬奇那里就不一样了，凭借过目不忘的能力直接手绘地图，导航仪用纸条愣是给还原了出来，更是在制作时发现了9大行星的运行轨迹。现在说他是最接近神的男人一点也不为过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有惊无险的到了目的地，眼前是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土地，而在不远处正躺着海蛇号的残骸。事不宜迟，几人各自分工后，向着密林深处进发。这里风景秀丽，景色宜人，宛然一幅热带雨林的样子。不多时，他们在树上发现个标记，跟达芬奇钥匙上的一模一样。其他人看那是金子，立马生出了歹意，想要阻止还是晚了。身后一个满身绿色的土著钻了出来，论语言谁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见土著情绪激动，几人立马掏出刀子，吓得人家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种装扮的人肯定是个老六。几人继续深入丛林，突然一群蓝色纹身的土著冲了出来。不用想，肯定是收到老六的提醒，在这里堵截。等离近了，达芬奇看到这群酷似阿凡达土著的纹身跟钥匙一样，语言不通，根本就无法交流。就这样，他们被捆上双手带回驻地。期间他们路过一片苞米地，这种作物是他们从未见过的，也从他们的对话中学会了一些单词。到了晚上，几人被押上广场，从他们的妆容基本可以看出，身穿金甲的是统领，而这个美女应该是个祭司的职位。伴随皮鼓的声音，仪式到了最关键的步骤，土著拿出了一个杯子和玉米，还有工具放在地上。外来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第一个同伴被带上去，虽然不知道女人说些什么，但达芬奇猜出来是让他做出选择。他当即选择了木棒，嘴里说着要成为武士。统领一挥手，土著就把他砸倒在地。看来他选择的是一条不归路。到了第二个同伴上场，他看向达芬奇，可人家现在也猜不出规律，这下只能放手一搏。他拿起地上的黄金杯，将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。统领慢悠悠的上来摘下面具，随后掏出匕首，一下就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这还怎么玩？全都是必死之局啊！下面轮到朋友上场，他左顾右盼，开始慌了。突然注意到碗里面装的玉米，又看向山上流淌着溪水，脑海中顿时回忆出他们进来时看到的一切。这里的人属于农耕文明，土著拿上来的道具完全是生产套装。达芬奇立马就来了灵感，站起来说着他们的语言，底下的人都懵了，从没见过外来者会说他们的话。最后他拿起镐头，在地上犁出沟壑，又拿一些把苞米粒撒在上面，完事又将杯子里的水全都倒了进去。看样子他们经受过了考验，没多久他们就被押进了地下室。没想到书童也被关在里面，几人开心的抱在一起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此人正是教廷的伯爵利奥。朋友一个大摆拳就招呼了过去，要不是因为他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利奥没有要还手的打算，现在几人必须抱团取暖，再单打独斗都得死在这。与此同时，
迫于美第奇家族的危机，伯爵带着执政官乔装打扮去不勒斯城。他准备放弃一些利益，和不勒斯的领主达成共识，一起对抗教廷。可怎么也没想到，晚上休息时被边防军抓个正着，满满一箱子的金币就这样被扣下了。但他作为一个商人，对人性的洞察非常准确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变出1枚金币贿赂看守，而花费1枚金币仅仅是为了传一句话出去。我说达芬奇是个人渣，你还别不信。最开始他为了投靠美第奇家族，就跟伯爵夫人有说不清的关系。后来为了找到叶之书，又和当地的土著结成夫妻，甚至还拿别人的戒指作为定情信物送了出去。这操作让身后的朋友惊呼天人。可天底下哪会有免费的午餐？要娶女祭司拿到叶之书，就必须要经历重重考验。第一关就是友情之血，他们必须要在几人中选出1名战士，选定的人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杀死捕猎者。如果失败，那连带着达芬奇等人就要死亡。为了增加挑战难度，他们用七步蛇给他来个狠活。当利奥出发后，达芬奇又被灌下死亡圣水，恍惚间他的灵魂行走在阴阳两界，不多时便来到一所大殿内，里面赫然挂着传世名作《蒙娜丽莎》。达芬奇有点懵，这我也没画呀。一旁的黑人解释说，这是你日后将要画出的作品，甚至在几百年后也没人知道画中的女子是谁。听到这他更懵了，我画的，而且还不知道我要画的是谁，难不成我是夏洛？与此同时，利奥也在苞米地醒了过来，远处的叫喊声此起彼伏，真正的猎杀游戏开始了。土著人身高马大，一个照面下来就将他锁喉，他顺势一口就咬了上去，又从地上掰下苞米杆折成2半，狠狠地刺入土著的胸膛，最后再使用全身力气扭断他的脖子。第1名猎杀者就这么没了，除他之外还有2名。这一刻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开始互换，他将自己深埋进土里，再用刚才的土著吸引注意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一个匕首狠狠地刺了进去。但奈何土著的战斗力实在惊人，就算先受伤也有能力把利奥干翻。好在他反应够快，一番搏斗下来也成功将其击杀。现在就差最后一个人，此时断然不能使用之前的套路。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要跟别人正面对抗，人家身强力壮，几下就把利奥干翻，最后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举到半空。见状，他一脚直奔老二过去，顺势从他腿上抽出匕首，刀刀刺入要害。就这样，3名猎手全部葬身在苞米地中。等到天亮，他顺利完成祭祀挑战，达芬奇也喝下7步蛇的解药。事情虽比较坎坷，但也算顺利。首领答应他们次日一早便可进入天穹取得夜之书。另一边，伯爵一字千金竟然是为了见别人老婆，他俩本来是旧相识，奈何造化弄人，有情人没能在一起。伯爵想通过这迂回战术了解情报，但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阿方索那里。他本来就有点自卑，再加上出了这档子事，顿时感觉有一种草原的颜色，拿着皮鞭就是一阵疯狂的输出。现在他虎落平阳，只能干瞪眼，等人家出完气就将他关了起来。事后他又过来探望，并带来一个噩耗，明日他们要举办一个生死局的游戏，如果输则会丢掉性命，只要赢才有资格坐在一起谈论合纵之事。就这样到了第2天，一个死囚被带上场，现在他紧张的不行。随着一声令下，马匹开始不受控制的奔跑起来，绳子在飞速收缩，如果不能及时将马射死，那等待他的只有死亡。此时他明知必死，于是扭头将弓箭对准领主。一旁的刽子手赶紧拉下闸门，一瞬间那人便失手分离。阿方所笑的狰狞，完全是把生命当成儿戏。下一个上场的便是伯爵，他本就不擅长射箭，这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刚才的黑马再次夺路狂奔，伯爵现在只能殊死一搏。他屏气凝神，一箭射出。眼前这寂静的走廊暗藏玄机，从地上的骷髅能看出它有些门道。于是女人牵着羊驼进行探路，起初还没有什么反应，直到羊驼踩到一个机关上。看来要通过这短短的路程并不容易。祭司说要解除机关必须按下最里面的石头，而且机关所能承受的重量仅仅只有婴儿那么重，这根本就难不住达芬奇。掏出本子在上面一顿比划，众人看得出神，看样子又要有什么杰作问世。没多长时间就组装出一辆自驱小车，其他人有些懵，俨然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时候他蹲下去缓缓给自驱车上线，下面便是他一个人的主场。小车慢慢向里深入，众人都屏气凝神，不敢大口喘气。没多长时间，自驱车便抵达终点，惯性瞬间触发弹力装置，长长的钩子直接扣在开关上，瞬间通往下一层大门就被打开。看来这夺命第1关也不过如此。当众人来到第2关时，有点傻眼。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，只有一张薄薄的石桥通向对面。达芬奇率先站了上去，他接过钥匙，颤颤巍巍地走到跟前。100多个锁孔到底该怎么选？索性就直接插入到中心的位置。可下一秒石台开始缩短，一名土著没有站稳，直接掉入万丈深渊。石门越缩越短，这些人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关键时候，达芬奇分析出肯定还有一处隐藏的锁眼，于是几人通力合作，在一番摸索下，最终将钥匙插入其中，石桥顿时停止收缩。众人都长舒一口气，
几人通过小道来到第3关，出来后立马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。一番商议后，决定将钥匙1分为2，同时转动开关。可一阵机械声响过后，大门没有任何动作。这时候他被眼前的光球吸引，猛然间好像分析出了里面的门道，再结合土著人的信仰，判断出这扇大门是由深厚的光亮组成的密码锁。这回他们重新进行调整，瞅准时机再次转动钥匙，大门被缓缓地打开，可又突然关了起来。看来得有人要一直握住钥匙才行。大门被再次打开，2人便直接踏入进去。不多时，他们就来到了山谷的最尽头，外面赫然是一望无际的峡谷。就在此时，达芬奇听到有人在喊他，可利奥什么都没听见。由此他判断出里面肯定还有其他人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女祭司带着土著人赶了过来，而且还抓了他的朋友和书童。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谋？祭司用人质威胁他们反抗不得。此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这下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土著不管那声音，直接将他们带走。就这样，他们被押进了暗无天日的牢房。没多久，他们就被带去和书童见面，可也仅仅是走了一个过场便离开。这时候，朋友瞅准和利奥也被押上了断头台，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。就在此时，瞅准时间，瞬间挣脱束缚，一个转身就将首领制服。他就想不明白了，凭什么他们可以言而无信？于是通过祭祀，将发生的事全都说了出去。台下的百姓顿时陷入一阵骚乱。突然间，远处有爆炸声传来，2人瞅准时间拽掉钥匙，准备重返苍穹。另一边，伯爵夫人通过自己的手下劫持了教会要员。她说自己叫安妮，城堡内最高层囚禁了一个神秘人，并且故意告诉他一个惊天秘密。事关他的信仰，他不得不进去确认。等进去后，没想到此人正是真正的教皇，而安妮则是教皇的亲闺女。要员脑海中宛如惊天霹雳一般，真教皇又说出只有他们2个才知道的秘密，就让他自己去辨别真伪。于是要员带着疑问去旁敲侧击，果不其然，眼前的这个是个冒牌货。这下糟了，他倒退后立马就去找安妮。原来父亲有个双胞胎弟弟，但他从小就缺乏关爱，于是就想各种办法要除掉哥哥，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几十年后，弟弟又卷土重来，他这次直接冒名顶替了哥哥教皇的职位。时间一晃，10几年过去了，安妮看到父亲差点没哭出来，他哪里还有之前那么英俊的外表？经过简短的对话，父亲将自己的打算尽数告知。不一会，要员就将奥斯曼之剑递给安妮，并嘱咐她一定要完成父亲的使命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迎接他的竟是那个土耳其人。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死敌才对，这老登就忽悠他，也不知通过什么幻术将妹妹的亡灵召唤出来。姐妹相见一下就泪上心头。等妹妹的亡灵走后，老登就逼迫他带着宝剑去君士坦丁堡。到此，他的獠牙是终于露了出来。狠人都是逼出来的，你还别不信。几人带上自制的降落伞，从1000米高峰纵身一跃，这操作就连某宝卖家都不敢亲自示范。就在前不久，他们大闹土著领地，被那些人逼得不得不跑到高处。在那里，他们发现了会说话的机器人，好像是在诉说夜之书的线索。就在此时，那群土著追了过来，他们赶紧抱着自制的降落伞逃出升天。没多久，他们乘船回到佛罗伦萨。此时那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，曾经繁华的宫殿满是蜘蛛网。在这里，达芬奇看到了自己的师傅，同时也展示了带回来的机器人。就在此时，门外闯进来一群警察，虽然有宵禁，可好歹自己也是圣骑士团的团长，没想到人家直接给他抓到监狱里面。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直接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当他看到独眼邻居时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他们趁虚而入，发动了入侵战争。他下令把达芬奇带下去大刑伺候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美第奇家族的现任族长卡洛，看他的伤痕，想必也是被独眼折磨得不轻。此时，2名黑衣刽子手走了进来，带头的警察还要看他们折磨达芬奇，怎不料被黑衣人一个炮拳就给干翻在地。他们正是朋友和水手假扮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将人救下来。回去后，达芬奇越想越气，自己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？一番商议后，几人决定赶走这群侵略者。擒贼先擒王，他们制定好作战计划，分头行动。他先爬上屋顶，填充好自制的毒气弹，等到时机成熟，直接顺窗户丢进去。突然掉下个大气球，这些人有些懵，再一抬头，正好看到达芬奇坐在窗边，碰巧有个手贱的一下就将气球砍爆。刹那间，烟雾弥漫在四周，就连朋友都被迷晕了过去。独眼龙还算聪明，用抹布捂住鼻子，从秘密通道逃走。擒贼先擒王，要是他跑了，计划必然泡汤。于是就跟着他从密道进入大殿，本以为能有个正面对抗，谁知道这个独眼龙不讲武德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往，不分上下。但渐渐的，达芬奇开始落入下风。突然间，他观察独眼龙，好像领悟了什么，思考之际，差点就被人一锥子命中。他瞅准时机，跑到棺材后面，竟然用蛮力将宝剑折断一截。此时他拿着短剑继续搏斗，还不忘挑衅般的碰一下独眼龙的剑。2人又打了起来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继续挑衅独眼龙，这回他瞅准时机，一个闪身就换掉了手中的短剑。现在他不做格挡，甩了个漂亮的剑花，又给独眼龙一次机会。
这次依旧没有碰到他衣角。独眼龙彻底懵了，这科技开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他现在就是欺负他眼下，真就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这回他1秒钟就将独眼龙击败，伯爵夫人冲了进来，没想到是要亲手结果了他。事情告一段落，整个佛罗伦萨城得救了。安德烈大师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凭借20年的功力修好了这个会说话的机器人。机器人告诉他要小心迷宫和人类之敌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大师见他情绪低迷，就让他仔细听机器人的背景音乐。果不其然，里面暗藏玄机，通过特殊的音律组成了一个新地方，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。大师赶紧出去备马。就在此时，卡洛一身黑衣走了进来，他说的话非常奇怪，好像这个素人知道他母亲的过往。突然间，他拔出长剑，狠狠的就劈了下去。这下糟了，现在他倒地不起。原来他就是迷宫，也是机器人所说的人类之敌。此时达芬奇回想起来土著人那一黑一白的壁画，白人肯定就是达芬奇的母亲，黑人就是眼前这个老六。大师闻声走了进来，卡洛趁机躲到门后，等大师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人家一斧子就劈了进去，然后把打翻油灯造成火灾，最后扬长而去。惹了男人也许打一架就好，可如果惹了女人，兴许一个国家都能打没。前不久，安妮从教廷得到了奥斯曼之剑，本来是想通过物归原主的方式让他们来帮助自己，但没想到他不讲武德，拿了宝剑还要把人扣了。于是安妮话锋一转，就骗他说教皇等你过去和谈。再一番添油加醋，这二愣子还真就信了。要知道奥斯曼帝国和梵蒂冈天生就是对立面，当他们马不停蹄来到宫殿，自然得不到什么好脸色。于是他就用那把剑表明来意。教皇看到后非常惊讶，这是偷了东西，还要在施主面前炫耀一番吗？这时候手下来报说咱们密室的宝剑确实丢了，然后教皇扭头就去问那个人。其实现在得到什么答案已经不重要了，二愣子还在一个劲的解释。教皇都觉得这傻小子确实天真的可爱，但碍于他是王子的身份，只能生气。就这样，大殿内陷入混战，那个人身手矫捷，杀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，然后瞅准时机溜之大吉。而王子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没了其他人的牵制，瞬间就被制服。教皇下令将他扒光，纯粹的就是要羞辱他一番。到这，安妮的目的算是达成了。他知道两个国家根本就不能和平共处，故意让王子用宝剑给教皇拱火。而碍于身份，教皇肯定对他疯狂的羞辱。另一边，伯爵通过阿方索妻子见到了伯勒斯的领主，但却没想到教皇也赶过来凑热闹。原本佛罗伦萨是教皇最看重的地方，奈何美第奇家族实在太富有了，再加上他不听指挥，教皇要直接收走他所有财富。如今他只能靠领主保命，决定用全部身家换取他们的庇佑。谈判间一时陷入僵局。到了晚上，伯爵准备再找领主商议对策，没想到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，而杀害他的凶手正是亲儿子。与此同时，达芬奇一路追踪，卡洛也到了伯勒斯城中，已经出现了暴乱，因为王子他带着大部队赶来复仇，真就是所有的坏事都赶在了一起。不光有奥斯曼人控制港口，就连迷宫的人都要出来参一腿，他们就跟疯子一样无惧生死。达芬奇现在也一改往日的和善，对着他们直接下死手，倒地后直接补刀。朋友此时也发现他变了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现在就剩下一个活口，于是就用长剑抵住脖子询问线索。没想到此人是个疯子，宁可自杀也什么都不说。到了晚上，所有人都在大殿集合，现在已经兵临城下。教皇这老登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对着伯爵和达芬奇就是各种舔，生怕他们不出手相助。就在此时，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子，此人正是安妮，她是代表奥斯曼帝国提条件的，让教皇去君士坦丁堡负荆请罪，人家肯定不会同意。这时候他又爆出一个惊天大瓜，说现在的教皇是个冒牌货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哗然了。然后他就用燃料改变火焰颜色，港口外瞬间出现了无数只灯笼，一旦他们发起进攻，整个罗马都将灭绝。不光如此，真正的教皇已经摆脱了枷锁，还有利奥伯爵，他已经被迷宫人洗脑，看来真正的大战一触即发。而如今面对上万人的围攻，更是制作出射程超远的轨道炮，一炮下去足以毁天灭地。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，制作出的轨道炮第一个轰杀的目标就是他母亲所在战舰。在父亲的提醒下，他只能通过望远镜看着那个近在咫尺的女人。面对民族大义，他现在不得不做出取舍。You cannot fire. I have to. 炮弹顺着炮管嗖的一下就射了出去，在天空中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，击中目标。一番齐射过后，主舰直接被炸得稀巴烂，母亲也因此掉入大海，生死不知。到了晚上，其他人都在喝酒庆祝，阿方索更是丢出一袋金子作为奖励。可现在他内心无比煎熬，相见即是永别，气得将金子全都砸在他脸上。傍晚时分，他再次来到天台，自己造出这么个杀气究竟是对是错？突然间，他发现敌军燃烧的残骸有些不对劲，于是赶紧将这件事报了上去。可阿方索非常自大，说明天一早他们的战舰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他早早到观望台查看，发现海面上全是白雾，这大晴天的根本就说不过去。等白雾散去，海面上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。达芬奇定睛一看，顿时大感不妙。不知何时，
奥斯曼的海军在海面下布置了无数的鱼雷，只要一有船只经过，瞬间就会被炸得粉碎。阿方索的20多艘战船消失在海面上，这下糟了！敌人还通过陆运的方式将战船运到近海，他们一时间乱了阵脚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对方的大炮已经射了过来，情急之下赶紧使用轨道炮还击。奈何对方的火力实在太强了，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达芬奇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对方突然有这么快射速的武器。通过望远镜一看，那些东西竟然都是自己的发明。到底是谁出卖了情报？敌人的大军越来越近，现在他们不得不转移阵地。经过短暂的商议，他们要跟这群土耳其人真刀真枪的干一把。爆炸还在继续，这群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但面对身后的百姓，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。就在此时，数米后的城墙被轰出了口子。别看这个王八壳又丑又破，它可是世界上第一辆装甲坦克，一发下去就能轰开几米厚的土墙。自打白天土耳其人入侵之后，罗马人是屡战屡败，东躲西藏，而如今又被这东西给盯上，他们立马将所有的燃烧物都堆在门口，想通过集中燃烧的方式毁掉眼前的机器。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，这东西出自达芬奇之手，所以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，但他还是太小看自己的发明能力。火光过后，坦克毫发无损，这下糟了，他们只能再次转移阵地。到了第二天，罗马人开始打起了巷战，可人家早就形成了步坦协同，而且还是那种重装步兵。原本这群人一个能打10个，可面对重步兵顶天极限一化2，再加上坦克的配合，一时间让他们损失惨重。最后一番搏斗下来，伯爵被刺伤带走。此战过后，土耳其人更加嚣张，男人全部抓走当奴隶，女人和小孩则被当成了俘虏。侥幸逃脱的都躲进了废弃的教堂。为了破解眼前的死局，达芬奇必须要找出设计上的缺陷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看到了那个神棍，此人还是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，让所有的腐朽都成为灰烬。狠活与科技才是未来的主人。可达芬奇不是个刽子手，没想到密特拉竟然如此的冷血。如今母亲被他亲手葬送，现在他了无牵挂，直接就断绝了所有联系。到了晚上，他们通过当地的百姓知道了一条秘密通道，这通道足以将他们全部安全送出城外，可要过去必须要跨越2个街区。此时他突发灵感，既然下面走不通，就从上面过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制作出绳索飞钩。他屏气凝神，一箭精准命中目标，随后将绳索固定好，再找来小孩过去重新加固。小孩缓缓的出发，众人都紧张的不行。要知道这个是他们唯一的求生之路，一旦失败只有死亡。好在小孩顺利的渡了过去，达芬奇赶紧将滑索收了回来，小孩也将绳索重新加固。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进行，所有人都能逃出升天。偏偏在此时碰到了个娘炮，在空中边滑边叫唤，声音引起下面士兵注意，他们顺着声音找到钟楼，现在只有少数人还没有转移，敌人就在外面撞门，必须要有个人来断后。此时达芬奇的父亲决然留下，他知道如果百姓不撤离完毕，儿子肯定不会走的，这也算是间接性的帮儿子一把。就这样，他被那群土耳其人带走，而剩下的人赶紧冲向高塔。朋友是倒数第2个走的，可在紧张之下，他没有收回滑索，这时只能采用备用方案。滑到一半，敌人已经追了上来，一刀下去，顿时跌落高空。好在他离得不是很远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到了第二天，土耳其的营房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这队伍可不是做核酸，而是他们逼着罗马人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如果不听话，直接就一刀劈上去。此时达芬奇凭感觉找到了军营，正好也看到了那个老神棍。他希望达芬奇的父亲加入土耳其大军，但他根本不为所动，还将儿子作为骄傲狠狠夸奖一番。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亲眼看着父亲死在自己的面前。这看似其貌不扬的铁管，却是实打实的导弹发射器，弹药现场手动合成，心算读秒，人工点火，但凡配合有点不默契，必将原地起飞。爆炸过后，发现依旧无法击穿土耳其人的胸甲，看来是白欢喜了一场。这时候朋友发现盔甲下面的标记，这记号正是几年前他们路过的瓦吉亚领地标志。那时候他们为了找夜之书经过该领地，据说领主是个狠人，他虽是土耳其王室的2王子，但因王位的问题恨死了自己父亲和哥哥。他最初想将达芬奇收入自己的麾下，但理念不合，没有达成统一。后来为了解救夜之书的制图人，跟领主发生了冲突，搏斗中直接将他推下100米高空，是生是死还都未知。如今他们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分头行动，由朋友和书童折返回去。达芬奇则用新发明的火箭刷一波支持率。到了展示的时候，他再次收割了一波惊呼值，一发导弹过去，直接将几百米开外的靶子炸得稀巴烂。众人纷纷鼓掌直呼这是神迹，唯独只有他闷闷不乐，因为他知道光凭这个还无法碾压土耳其大军。与此同时，安妮也在教会要员那里发现了夜之书残卷，同时也找到了达芬奇的妹妹索菲亚。从他们身上的伤来看，似乎刚经历过一场大战。权衡利弊之下，就让索菲亚带着残卷去找达芬奇，而此时他还并不知道达芬奇就是他亲哥哥。最后安妮则留下来对付土耳其人，
没多久他就被带回大营，在这他看到了达芬奇的母亲，看来那一发轨道炮还无法要了他的命，于是他主动请命进行审问。等人走后，安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要蓄意蛇尾，后来才知道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儿子。一旦他脱离密特拉的掌控，组织就会想尽任何办法去抹杀达芬奇。母爱是伟大的，他就让安妮通过梦境帮自己传条消息过去。此时达芬奇还在熟睡中，恍惚中他进入到了另一个人的梦境中，在这里他看到了安妮，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尽数告知，同时也说了残卷在他妹妹索菲亚手上。等达芬奇醒后，母亲也给索菲亚传递消息，母女俩见面非常激动，正说着话，突然间母亲的投影尽数散去，因为在现实世界中，她已经被苏丹王给抹了脖子。安妮懵了，因为她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。另一边，朋友和书童也到了瓦吉亚那里，可这领主明显是个记仇的主，先给他们个下马威。到了晚餐的时候，朋友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来意，领主没有直接同意，反而郑重地介绍自己是尊敬的德古拉伯爵。正说着话，书童发现自己头晕脑胀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六在饭里下药。等他们醒后，德古拉逼着他跟自己玩个游戏，就赌这小书童的命，但无论怎么走，对方都在收紧绳索，眼看着小书童要被长剑洞穿身体。此时他突然想起来是自己当初手欠拿了1枚金币，现在他火速跑到城楼上将硬币丢了下去。到此德古拉算是原谅了他们。科学家至今都没有研制出的雷电炮，尽早在500年前已经有了原型。虽然这看上去是一堆破铜烂铁，可当风正升空时，雷电炮的模组瞬间开始转动，恐怖的电火花开始乱窜。不多时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道惊雷直接将树干劈碎，雷电顺着绳子笔直地汇聚到机器中。如果这东西能量产，那对付入侵者不跟土狗一样轻松吗？等朋友回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自己的发明展示一番，但这老色批好像对眼前的索菲亚更感兴趣。一番解释后，朋友知道了这里的故事，同时也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奇怪的东西上。他很不解，难道就想凭这么个小玩意打败人家的钢铁大军？这时候达芬奇用电子炮瞄准桌子上的铠甲，轻轻一转，一道雷电过后直接将它劈个对穿，果然是实践出真知，这东西可行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当即达芬奇就联合德古拉找到教皇，要用这东西作为圣战十字军的超级杀器。在一番商讨后，教皇去做最后的战前动员，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士兵们信心大增。同时达芬奇等人也在战场上做最后的部署。可当他们赶到军营时，发现一片狼藉，这里似乎经过了一场非常惨烈的厮杀。远处的德古拉慢慢的走了过来，他说这群人是遭到了偷袭，如果再这么损失下去，这场仗还没打就已经宣告失败。等到了晚上，他们决定报仇去偷袭敌军大营。现在敌人草木皆兵，看到可疑的东西直接上去喷火。埋伏好的人利用视野盲区，轻轻松松的就干掉了重装步兵，再让德古拉用不死之躯吸引火力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。打开出口，人家早就恭候多时了。就这样，达芬奇和书童用抢来的坦克成功混入敌军内部。现在他们紧张的不行。一番观察后，他瞅准时机离开坦克，然后布置好事先准备的炸弹。他这是要准备一次性解决所有麻烦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跟书童离开军营，一发炮弹射过去，顿时把军营炸了个底朝天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决战的时候来了，敌人全都武装到了牙齿，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。大战正式打响，场面一度混乱。起初这些人还能游刃有余的杀敌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敌人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越来越多。没多久，书童就被刺伤倒地，好在他够机灵反杀了对方。而朋友那里正为了放风筝而发愁，一个不留神直接就摔了下去。现在只有靠安妮了，他顶着对方的火力一点点的爬上去，要是还没放飞，所有人都将死亡。因为在战场上，德古拉已经被苏丹王给捅了个对穿，达芬奇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为了保护有生力量，他只能宣布投降。于是这群敌人没收了他们所有的金属武器，众人现在都无精打采。这时候那个老登走了出来，好像他对现在这个结果不是特别满意。达芬奇现在真恨不得亲自宰了这个神棍。老登看出了他眼中的杀意，就让苏丹王亲手解决掉他最看重的天才。突然间，远处出现了恐怖的天象，场面之大，连苏丹王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。闪电过后，场上一片安静，老登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属于达芬奇的，同样还有这个打不死的小强。战争结束了，几人策马在草原上，书童决定先帮助刘明活下去，而朋友则逼着达芬奇给他造一艘游艇作为奖励。就这样，几人去了新的地方生活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